欢迎来到新闻和活动频道，请订阅和分享已更新有关当今最着名明星的最新信息。周深填满空壳。初冬的上海，冷风刺骨。晚上8点左右，歌手周深出现在上海一间录音室里。他戴着浅色棒球帽，穿着宽大的浅蓝色毛衣，上面绣着毛茸茸的小羊图案。他有一双亮晶晶的眼睛，神态看起来还像个大学生。他和电视节目里一样健谈、热情，会主动上前和来访者握手、打招呼，声音一如既往的清亮，听不出刚刚结束工作的疲态。周深不习惯冷场，面对着人群，他一直自然地开着玩笑，偶尔抛出一些古灵精怪的评论。他谈起北京和上海的天气，提到自己是南方人，所以才习惯住在上海。但是他知道南方的冬天没有暖气，也知道那种刺骨的寒冷，对习惯了暖气的北方人而言非常难熬。说到这里，他会脱口而出，那种冷，就像是屋里有鬼那样的冷。说到这，他还移开了身体，做了个躲避的动作，引发屋内一阵笑声。和周深聊天，不会感到一点来自明星的距离感。这对于像他这样一个顶流的歌手而言，几乎是不可思议的。出道10年来，周深清亮优美的声线吸引了无数歌迷。他的《大鱼小美》《满灯火里的中国》等作品早已家喻户晓，也因为这样优美具有亲和力的歌声，他数次登上央视春晚。在这个2024年，周深格外忙碌，他参加了央视春晚和元宵晚会的演出，被邀请到美国联合国总部演唱了联合国中文日的主题曲，出版发行了名为《反身代词》的最新专辑，在纽约拍摄了时尚杂志的封面大片，举办了名为 9.29 赫兹的全国巡回演唱会。在即将到来的2025年还将继续开启 9.29 赫兹的世界巡回演唱会。这之后又将迎来全新一轮的2025年度国内巡回演唱会，但这一切成就似乎都没有在周深身上留下太多痕迹，他还是那个谦虚、友善到有些不可思议的周深。总有人好奇，为何周深可以一直保持这样完美的歌喉和友善活泼的形象？甚至有人会怀疑，周深是不是把性格上的面具戴得太牢了，不让别人看到真实的他。不过，周深对此倒是有着令人惊讶的坦诚，他承认自己曾被完美主义所困扰，也不避讳提起自己少年时那些充满挫折，甚至有些戏剧化的经历。他甚至用空壳形容自己曾经一无所有的生命状态。他多次提到，成为一名歌手从来不是他人生中的第一选项。为了生存，他认命地打开过很多扇并不适合他的职业大门，去尝试医学等行业，甚至还考虑过学语言。只是命运将这些大门一一关死，最终他只能去面对自己身上那个最突出的天赋——歌唱。幸运的是，在这个过程中，他勇敢地敞开心扉，学着不断去修复那个曾险些被生活吞噬的脆弱的自我，同时也以自己的歌声治愈了无数的陌生人。在2024年推出的新专辑《反身代词》中，他也开始用自己创作的歌词和旋律去直接地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，这也是他过去很少去做的一件事。用他自己在歌词中写下的一句话说，就是他好像已经找到了填满空壳的意义。2024年9月21日，北京鸟巢，周深 9.29 赫兹巡回演唱会上，周深身穿一套飘逸的白色服装，坐在白色钢琴前自弹自唱。唯美浪漫的旋律响起不久，他发现脚下的钢琴踏板没有声音，顿时有些慌乱，本能地在现场喊出了这句话。在等待解决问题的过程中，他很快地调整了情绪，开始和歌迷聊天。他把话题拉向了他来到北京后常听到的儿化音，
还玩起了乱加儿化音的游戏。钢琴儿踏板还是没有声儿，先这样吧。伴着台下的笑声，问题逐步解决，美妙的音乐又重新奏响。梦幻般的大鱼装置，令人感动的许愿环节，优美的嗓音和欢乐的对话，演唱会中的一切热闹最终都会暂时落幕。没有人知道落幕后周深在想什么，也很少有人知道，在一切背后，他对这所有工作有多战战兢兢，多么害怕自己会出错。他的唱功，他的开朗温柔，他的玩笑，甚至是可爱的舞蹈，这一切外在表现，当然都是他自然流露本性的结果。但是，多年来靠拼命努力赚来的舞台经验，让周深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了一种追求完美的心理习惯。我觉得，我的每一个舞台都是上一个舞台争取来的，我要好好唱完这个舞台，可能才会有下一个舞台，所以我每次给自己的心理压力都很大。周深对中国新闻周刊坦陈，过去的自己，无论是在身边人的眼中，还是在自己的眼中，确实存在紧绷的问题。很多时候，面对他早已驾轻就熟的工作，他就是无法放松，必须要求自己做到完美。这样的完美主义有很多例证。当周深刚刚录完一首歌时，他通常会先产生一种唱得太棒了的良好感觉，但每隔一段时间，他又会想去推翻这个唱法，想要重新把歌曲用更完美的方法录制一遍。多年前，录制那首令他家喻户晓的成名作《大鱼》时，录音结束了半个月甚至1个月之后，他的脑子里还是会不停地冒出要不我们再重新录的念头。这样的问题甚至在这2年还在发生。当时他开始筹备《反身代词》这张专辑，这张新专辑距离周深第1张个人专辑出版已经过去了6、7年时间。很多歌迷都期待着他赶快推出一张全新的原创作品。近2年，周深和团队一起为新专辑收集准备好了歌曲。去年又反复斟酌之后，他脑海中又响起了那个声音，觉得方向不对，于是他们又要将以前的一切完全推翻，重新找歌，重新讨论和制作。在行业内10年，周深内心很清楚这种完美主义心理的根源。相比过去时代那些依靠单曲、专辑或者现场演唱和歌迷产生互动的歌手，他更多的是因为活跃在音乐综艺节目中而为人们所熟知的。在这些节目里，听众们将他清亮高亢的声音形容为天籁清泉，跟 CD 一样动听。而因为节目形态、制作和播出的要求，听众们会对这些近乎完美的呈现和听感印象深刻。这种高标准也慢慢导致了他对自己的极端要求。在一些综艺中，我们是可以混音的。大家听惯了这种入耳、舒服的音质，习惯了完美音准，还能再接受 live 现场演唱的差别吗？想到这个问题，他心里一直在打鼓。不过到了2024年，周深口中的这种折磨自己的完美主义病症，好像终于有所缓解。解决方法就是在工作中不断的适应，应对突发状况，以及试着多走出自己的舒适区。恰巧这1年，他很多时间都在巡回演唱中度过，需要应对现场的次数多了。他也渐渐爱上了这种看得到听众的表情，听得到回应声的现场演出，可以顺利地接住如同踏板没声唱的有瑕疵这样的突发状况。此外，在制作新专辑的过程中，他也逐渐感受到了完成比完美重要，就选择将专辑完整的做出来，最终让歌迷们听到。而在这张新专辑《反身代词》中，周深也开始挑战更多新奇的曲风，逼着自己远离过去的舒适区。这也是他修正完美主义的一种办法。新专辑中的新歌《情我不改》是一首周深以前极少尝试的带有强烈摇滚元素的歌曲。听到制作人钱雷发来的旋律后，
周深被极端的风格吓了一跳，甚至以为他把别人的歌发到了我这里。巧合的是，这首歌也是这样一首表达完美主义者心态的歌曲。当他调整好自己，完全改变了声线，低沉嘶吼地唱出“我原谅我自己，捡起遗憾，拥抱无奈，我允许我放手，让我勇敢活在现在”这样无比洒脱的歌词时，似乎也感到了一种放松和解脱。周深有一种独特的记忆模式，大多数人喜欢逃避那些被当众批评的记忆，他却从不避讳。对于那些在舞台上遭受争议性评论的时刻，他甚至还会主动谈起，主动剖析其中的问题。他回忆，在2014年，他刚刚登上那个家喻户晓的选秀舞台的时刻，面对导师们坐在转椅上的背影，站在其实面积并不大的舞台上，他开始心跳加速，耳朵里却只听到了观众席中传来的一句轻声疑问：他这样怎么唱歌？面对这样的无心之语，周深并没有任何恨意，他甚至还开始为批评他的人说话，找理由。他用外部视角观察，自己登上舞台时还是一位大学生，穿着简朴的白色 T 恤，单薄瘦弱，看起来可怜兮兮。没开腔的时候，谁也不会知道他是一位具有如此优美声音的歌手。观众会这么想，自然是有道理的。而过去的种种经历也让他相信，自己那种独特的声线实在太另类，也早早做好了被攻击的心理准备。用他自己的话说，我本来就是一个比较难被接受的歌手。这种谦卑到令人心疼的状态，其缘由来自周深的童年和青少年的经历。歌手这个职业选项，其实在少年周深的心中从未出现过，甚至连这天赋异禀的嗓音，他也曾险些在意外中失去。他如今的优美、温柔和松弛背后，是数不清的残酷考验堆积而成的。成为歌手，其实是他生命中的一次巨大的意外。出生在湖南的小山村，生长在贵阳的周深，从小就有清亮动听的童声。每到过年过节，他都会被亲朋好友要求来上一段童声演唱的《辣妹子好运来》乃至《青藏高原》。他开玩笑地说，因为亲戚的这些要求，自己才会从小嗓门就调得很高。同样酷爱唱歌的父母在家里买了磁带和演唱会光碟，他从这些媒介里第一次听到了他口中的偶像邓丽君女士的优美歌声。时至今日，想起这些老歌，他还会觉得其中灌注了包括他在内的很多人的记忆，会让他晃一下神，回到童年温馨幸福的时光里。天赋是需要保护的，周深很早拥有了它，却并未自带保护他的铠甲。他也敏感地意识到了这一点。父母都是淳朴善良的劳动者，没有太多财富和资源，光是抚养孩子长大就已经拼尽了全力。因此，周深几乎没有将唱歌这项奢侈的事业列为过人生目标的首选。正如他常常回忆起的那样，小时候老师让他写作文，写到我的理想，他一般都是参考着身边的同学，写上一些标准答案。当变声期到来时，周深的声音和小时候相比并未发生太大的变化，他也遭遇了同龄人的讽刺和冷落。种种挫折之下，日后在做选择时，他第一时间想到的也通常不是唱歌。高中时，周深开始接触一些网络直播平台，上面有很多人直播唱歌，但他起初只是在上面学配音，想学着做配音演员。后来看到别人直播唱歌，才想到自己也可以这么做。在网上唱歌始终是一项兴趣，他还得考虑未来的饭碗。高中毕业后，周深选择到海外留学，学习牙医专业，因为他和家人都认为学医是一门手艺，可以养活自己。但到了当地，他才发现这个选择极度不适合他，因为要用异国语言学习一门艰深的学科，难度是超乎想象的。为了学好功课，
周深曾每天只睡2-3个小时，疯狂地翻译、读书、背书，结果毫无成效。这段经历让他彻底觉醒，认识到自己应该正视自己的天赋，不能再浪费时间。他终于开始和父母商量，想改学音乐专业。父母当时还在犹豫，理由是学音乐，家里帮不了你。最终说服了父母的周深顺利转入了另外一所学校的音乐专业。直到此时，事情才开始在一点点变好。因为顺应了天赋，他的成绩终于变得优异，努力学习立刻就能得到回报。然而，又一个打击从天而降。因为第一位指导老师对他的嗓音不够了解，训练方法有问题等，周深很快患上了声带小结，到了连说话都会破音的程度。不过，如今的他已经可以用全新眼光审视这段经历，他知道，正是以师生这个重大的挫折为起点，他才会遇到新的伯乐，从而真正改变自己的命运。当时的周深顶着师生的危险，找到了学校里另一位男高音老师学习。他发现，只有使用这位老师教授的唱法，他的嗓音才能保持最舒服的状态。在他的坚持之下，这位并不爱收徒的老师允许周深转为自己的学生。他和钢琴伴奏老师一道，用科学而适合的方法教导周深。而从小就失去了爷爷奶奶，没有体会过祖孙之间情感的周深，慢慢将这2位对他的学业、生活都很关心的老人，视为了自己的爷爷奶奶。因为2位老师的保护和指导，在荆棘道路上孤独试探的少年周深，终于在学习中拥有了一种幸福的感觉。这样的幸福感，最终成为保护他优美、脆弱声音的坚固铠甲。遗憾的是，周深的2位恩师如今都已经去世。2023年，周深在央视春晚上演唱了一首《花开忘忧》，让无数人落泪动容。这首歌讲述的是人们对离世亲人的思念，而周深说，这首歌虽然并不是专门描写他和老师之间的故事，但每一次唱到这首歌时，他都想哭，因为这首歌寄存了我和我老师之间的情感。时至今日，想起成为歌手这件事，周深依然会说，他能走到今天，就是一个巨大的意外收获。而境遇的转折，师长的帮助，幸运的让他将这种意外变成了生命中最重要的必然。在《反身代词》这张新专辑里，周深开始有了一些变化，他在优美之外变得更加复杂、跳脱，也在试着打破在外人眼里一贯温和讨喜、喜欢制造欢乐氛围的自己，努力表达更多的情绪。而表达自我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创作。一天，在听到一首新歌旋律的当下，他突然就跟着吟唱出来这么一句：他们都说我是个空壳，不懂残酷或者温柔的面孔。于是，由他作词的这首空壳歌词就这样生长了出来。在歌中，周深讲述了一个被人们的倾诉和记忆填满的空壳，因为被来自四面八方的人所信任，而体验到了一种幸福的感觉，而这个空壳听起来就是他自己的化身。很少有人会用空壳这样的词来形容自己，但周深就会这样想。他说，这首歌描述的就是自己遇到歌迷和听众的过程，这个过程就像一个空壳被填满的感觉。我是一无所有的出现在大家面前的，到后来才会发现，大家怎么就会选择相信你呢？把无论好的还是坏的情绪都给你。他说，他因此感觉到被信任。周深确实有一种奇异的体质，他和歌迷、听众之间，甚至和一些只是单纯听过他声音的人之间，似乎都有着心理上的共情和关联。刚在选秀节目中出道时，就有很多看过节目的人对走在路上的他说加油。接收到这些善意的他感觉很兴奋，又有些措手不及。后来，很多歌迷会毫无保留地对他倾诉自己的喜怒哀乐。
把珍贵的记忆讲成故事告诉他。他被这种无条件的信任所震撼，也感到这些人所分享的经历，仿佛在不断缝合他自己脆弱的伤口。他把这种感觉写在了另一首和词人王希合作的叫做《缝合》的歌词中。在其中，他用不停吟唱着的 "I'm giving my all"， 我付出了一切，表达着这种复杂的给予和接受的关系。来自陌生人的爱和信任，让新的安全感慢慢生长出来。小时候，由于生活条件，周深没有过生日、收礼物的习惯，但做了歌手之后，歌迷们每年都要给他庆祝生日，甚至比他自己还要上心。一开始，周深对这种仪式感一点也不适应，但渐渐的，他也开始想为关怀他的人去做些什么。他就开始主动在自己生日做直播时切蛋糕、吃蛋糕。后来，在巡回演唱会上演唱《小美满》时，周深又特意设计了一个许愿环节，要求所有来听演唱会的人在听这首歌的时候许下愿望，而且他要求大家，这个愿望不许关乎别人，必须关乎自己。他要求大家借着一首歌的时间去爱自己，这也是来自他的一种特别的爱的回馈。过去的曲折经历已经逐渐被幸福感治愈，周深也开始有更多精力探索自己的音乐和社会生活之间的关联。他发现自己优美的歌声可以当作人们情绪的容器，也可以让疲惫的城市人感到放松。他也愿意将自己的声音化身成各种人格，比如为人们许愿祈福的锦鲤，或者是聆听人们内心起伏的小机器人。他当然不是那种善于观察社会现象，或者述说一个具体人生故事的创作歌手，但他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，回馈给听众一种舒适的心理感受，或是让人们在自己的歌中痛痛快快地抒发自己的情绪。他也开始愿意多唱一些意涵丰富、更有音乐野心的作品。无论是为电影《流浪地球2》演唱的那首气势恢宏、力量感十足的主题曲《人世》，还是新专辑歌曲中对人类复杂心理的探索，对2000年后的世界的科幻想象，都是他和制作人钱雷、词人尹约、唐田等合作伙伴在音乐上逐步向前的尝试。做完这张新专辑，我意识到，歌手不要小瞧自己的听众，我们在表达的东西，人家一下子就能听懂，一下子就能发现其中隐藏的连结。他感慨着，以后还是要多唱这些有深度的好歌。如今，生活日趋稳定，日益忙碌的周深，还是保持着未成名时那些简单到不可思议的习惯。没有工作时，他会和所有爱人一样，在家待着，哪里也不去，就看看影视剧，上网冲冲浪，吃点美食，让自己回到最舒服的状态。只有这样，他才会觉得自己是在充电。休息几天后，他就会觉得有点无聊，开始想念工作时马不停蹄的状态。我很幸福。他还是那样眨着亮晶晶的眼睛说。而当他用动听的嗓音说出这句话的时候，坐在对面的人好像真的会相信自己感受到了他口中的那种幸福。